在莆田有一个传说，说是国内市场上10双假鞋中就有9双从这里发货，全球每3双耐克鞋中便有1双是来自这里的仿品。因此在网上有人戏称，这里的假鞋和丹阳的眼镜、南通的床品4件套、华强北的手机合称中国假货 F4。假鞋和医疗应该也是所有人对于莆田的第一印象。但莆田的商业远不止医疗和鞋子，还有红木业、珠宝业、木材业、油画业，且基本都处于垄断地位。莆田商人因其精明能干，被一度称为东方犹太人。比较知名的有李嘉诚和孙正义，祖籍都是莆田。经商大概是莆田人从骨子里就遗传下来的天分。虽然历史上的莆田曾是举国闻名的书香礼仪之邦，出过众多的进士和状元，但如今莆田身上最深入人心的标签却是假鞋之都。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这耐克 AJ 全球推广大使，贫民窟男孩的鞋柜，大牌球鞋限量款粉碎机，让全世界都穿得起名牌鞋的莆田鞋是怎样炼成的。莆田造鞋不是近10几年才凭空发展起来的，而是有着悠久的制鞋历史。在清朝光绪年间，莆田县大路街就已有多家制鞋铺，以前店铺后作坊的方式开始生产鞋子。到了民国时期，大路街成为鞋铺的集中地，有彩城、鼎城、彩美、瑞美、鞋来等30多家鞋铺林立。其中高端定制创建于光绪年间的彩城鞋，因质量上乘、造型精美，风靡莆仙2县。彩城鞋的第2代接班人郑成祖不但继承了父亲的鞋艺，还独自前往上海学习先进的技术，对鞋的材料与工艺进行了改革，将鞋底改用外国进口的橡胶底，内底采用上等骆驼皮，鞋面的布料则是苏州产的棉麻料，每双鞋均2脚定制，舒适合脚，经久耐穿，时髦程度大概就相当于今天的椰子和 AJ。 当时的商贾名士都以穿彩城鞋为傲，普通市民排队买鞋的场面比现在新鞋发售大家排队的场面有过之而无不及。民国以后来到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在沿海用飞机投放瘟疫弹，导致成千上万的中国民众被细菌感染身亡，莆田也未能幸免于难，细菌导致城内大量平民死亡，其中就包括39岁的郑成祖，只留下他的妻子守住家业，苦苦支撑。解放后，莆田县政府将几十家鞋铺连同彩城鞋一起成立了一个制鞋厂，取名为制造业产业转移的接受地。这些制造业产业的主要来源地是与莆田一水之隔的台湾。众所周知，制鞋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从它的发展历程来看，总是向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国家和地区转移。在东南亚和中国大陆之前，这些地方是日本、韩国和台湾。台湾制鞋业起步并不早，大约开始于60年代中期，但靠着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优势，一路高歌猛进，鞋类出口金额自1974年开始就一直增长，连续15年从没停过。在1988年更是创下高达37亿美元的出口额纪录，一举成为全球最大的鞋类外销供应地。然而，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台湾制鞋的成本也随之增加。恰逢改革开放的东风吹起，跨国公司纷纷来大陆寻找成本更加低廉的转移地。很快，他们就看到了与台湾隔海相望、距离近且劳动力价格低廉的福建。当时，福建省内主要有3个地方接受了台湾鞋业的转移，它们分别是莆田、晋江和福州。莆田和晋江成为制鞋业转移的目的地，可以说是完美适配。莆田前面我们说过了，自古以来就有制鞋业。在1986年时，莆田鞋革工业总产值就超过1亿元，占到全省 GDP 的70%以上。而晋江也有制鞋基因，早在1979年时就出现了第一个私人制鞋厂。两地借助于这波产业转移，学到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培养了熟练的制鞋工人，同时也使运动鞋制造业逐渐形成了完整的产业。600块钱买一双阿迪，作为代工阿迪的莆田鞋厂只能赚到12块钱，工人更是只能赚到2.4块钱。但累死累活、兢兢业业的还是他们，世界工厂的名声背后都是一个个沦为工具人的工人。因此，当时摆在所有鞋厂面前的只有2条路，一条是学技术，做自主品牌，从国外品牌手里分一杯羹；一条是利用现成的生产线，仿制国外的产品和技术，用他们的品牌挖他们的墙角。很显然，莆田选择了后者。虽然大家都知道哪条路是正确的、长久的，
但是正确的路太难了，远没有拿到图纸直接照抄轻松。试问谁不想躺着就能把钱赚了呢？就像我们都知道不能熬夜，不能沉迷手机，但我们还不是一边敷着最贵的面膜，一边熬最狠的夜，一边抱着手机刷到地老天荒。这个道理莆田人当然更懂。最初他们将一些剩余的制鞋原材料偷偷做成新鞋，再加上一些超出订单数的鞋，把它们放在网上便宜卖出国。这就是我们经常在网上看到的原单伪单。后来需求越来越多，原单货不够了，于是做高仿的假货便是水到渠成的事了。一些厂家通过贿赂在国际品牌代工鞋厂上班的员工，千方百计将其鞋样和设计图弄到手，再借助市场上低廉的原料和人工成本自行生产仿冒品。莆田的假鞋产业由此应运而生。在莆田流传着一句话，让全世界都穿得起名牌。在当地怀揣着这一远大从业梦想的人被称为阿茂。阿茂们大多是莆田本地年轻人，也有怀揣着发财梦从其他地方来到莆田的人。他们昼伏夜出，总是在凌晨之后骑着摩托车奔走在安福电商城拿货。安福电商城这块区域曾经是火葬场，后来改造成小区，政府把卖假鞋的商贩迁移到这里，就变成了如今著名的鬼市。白天电商城内总是大门紧闭，空无一人，一到晚上就人声鼎沸，挤满了来拿货的阿茂们。鼎盛时期，这里一晚上的成交量就能达到2个亿。日积月累，安福电商城形成了一条完整且成熟的产业链。快递可以更改为异地发货，上海、香港、美国指哪打哪，还有一切和假鞋相关的物料都可以在这里买到，比如正品球鞋的包装袋、正规发票、POS 机的签购单，还有能刮开涂层的防伪标志。各个品牌只要有新产品发布，不到72小时，这双鞋就会出现在莆田的鬼市里。甚至有些官方还没有发售的鞋，工厂已经拿到样图，把样品做出来了。毕竟有钱能使鬼推磨，只要钱足够多，内鬼能把人家厂子都搬给你。在这里，几乎所有知名品牌的所有款式都能被生产出来。莆田人的字典里就不存在什么限量款、定制款，只要你想要，都是基本款。而且最关键的是，这些鞋的质量有些做的比正品还好，还有定制过专业平台版。曾有人专门去国家鞋类质检中心对比莆田鞋和正品鞋，经过专业的耐磨测试、耐折测试、邦底玻璃强度测试，发现两者在材质、性能上几乎没有区别。莆田仿制鞋的最初销路基本都是海外，也就是所谓的外贸鞋，传播渠道是在谷歌打广告。后来谷歌打假切断了这一渠道，但随着淘宝在国内兴起，阿茂们又找到了新的财路。那个时候淘宝的审查力度几乎为0，因此随着淘宝成长的脚步，莆田的假鞋生意在急速扩张的淘宝平台上如鱼得水，形成了一条线下制假、线上售假的庞大产业链，造就了一大批百万千万富翁。为了让从业者熟悉淘宝运作的规律，在莆田还出现了大量的淘宝培训班。好景不长，2011年前后，淘宝因为欺诈问题成为舆论焦点。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马云点名莆田是黑色产业链、制假基地。自此，淘宝假鞋电商进入寒冬期，莆田首当其冲。淘宝开始对莆田 IP 地址、莆田身份证注册的店铺特殊关注，莆田人的店铺一批批倒掉，被查封的速度越来越快。好在微商的兴起，又让莆田鞋搭上了新的顺风车。如今，很多人的朋友圈都充斥着原厂技术、原厂出货耐克 AJ 款式多、尺码全、带图问价之类的广告。制假终究不是长久之计。近些年来，莆田政府也在逐渐加大监管力度，打击假冒鞋生产。但是庞大的制鞋产业已树大根深，且是莆田主要的经济收入之一。在2015年，莆田1600多亿的 GDP 里，制鞋就贡献了超过700亿。如果连根拔起，怎样处理剩下的庞大生产力和如何保证莆田经济不陷入低潮，又会成为横亘在当地政府面前的难题。而且，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在政府的监管下，莆田鬼市也衍生出了自己的防守世界。通过建立微信群、安装监控器等，